就是我一直要找的人，你一定可以为我种出最美的胭脂花。冲灵开弓，紫翼玄雷，立！不自量力！唐太纪，你抓紧我！叶希沃，你傻了吗？跑来找死！我不能让你死！好一对痴情眷侣，那就一起吧。二小姐，他和鸟说话？是啊，还有苍蝇和蚊子。那天姑爷路过湖边，岸上趴了一只蛤蟆，他俩还聊了一会儿呢。咱们姑爷可真是个怪人，和一只蛤蟆都能聊那么久，自言自语说什么？湖边的下人人来人往的，都指着他笑呢。你别再调皮了。这都些什么乱七八糟的？不是跟你说过了，以后盯梢找茬的事儿都不用做了，你就帮我看好澹台烬。一来，他有任何可疑的行动，特别是装神弄鬼那类，立刻报给我；二来，看紧些，千万别让他冻死、饿死、被人欺负死了。姑爷平时连叶府大门都出不去，一举一动都在人眼皮底下，根本没有什么可能搞装神弄鬼的事儿。哦，跟他聊天的还有麻雀、蝴蝶什么的，反正他除了不和人聊天，所有的动物都能聊上几句。小姐，你说他是不是真的能和小动物说话？我看你是太累了，你这几日还是先休息一下吧。小姐，我是真的看到他们两个在讲话。或许是整个府里没有人愿意和他讲话。这人啊，若是一年到头不说话，会憋坏的。这么一想，姑爷也怪可怜的。难不成是因为憋久了，心性扭曲才变成了魔神？不行，我得去套套他的话。二小姐，你这几日总是跟着我，可是有什么话要说？你猜对了，我这几日闲着无聊，就想找个人说说话而已。你说吧。啊哈，今天天气不错嘛。好凉啊！澹台烬，澹台烬，你平日里到处受欺负，心里是怎么想的？不想。怎么可能？人受了侮辱，心中必然会生气、生恨。你就没有想过要做点什么？比如杀了我？你想让我杀了你？没有，我不是这个意思。我就是想知道你是怎么想的。我是怎么想的不重要。你们羞辱我，并不是因为我做了什么，只是因为你们想而已。我改变不了你们。至于我心中是否有恨、有怨，这都没有意义。我只是景国来的质子，活着已经够累了，没有精力再去想其他。这里是500年前，小魔神的确没做什么坏事，或者说他还没来得及做坏事，
反倒是别人总对他做坏事。也许他会成为魔神，真的只是一连串的悲剧。只要有一个人肯拉他一把，在乎他，关心他，他又何至于堕入魔道呢？太太姐，虽然累了点，但你得好好活着。你要是无聊的话，可以找我呀。人要是憋得久了，很容易憋成变态的。像你一样吗？你方才笑那一下就挺好看的。这府里上上下下这么多人，总会有人喜欢你，愿意和你搭话的。没有人会喜欢我，我也不需要被喜欢。小姐，小姐，你看，我把京中的成衣店都逛了一遍，买了几件厚冬衣回来，你给姑爷挑挑。这件也太薄了，这件厚，颜色也好看。这也太大了吧，他根本穿不了。我哪里知道姑爷的尺寸？你替我去找把剪子和针线过来。哦。小姐，有句话我不知道当问不当问。那你就别问。你现在为什么对姑爷这么好啊？因为我害怕呀。怕什么？我怕你的姑爷万一哪一天被冻死了，拉上咱们陪葬。我害怕他每日被羞辱虐待，有朝一日把他逼急了，不想再做受气包了，变成穿黑袍子的大老虎啊，把咱们都吃了。大老虎为什么会穿黑袍子？这是给我的衣裳。一个吃软饭的小白脸，还有钱买起新衣裳了。哼！站住！哟，唐太监，怎么了？我的衣裳被你割破了。啊？破了？这才叫破嘛！怎么还气上了？哦，是不是我二妹这几日没打你，把你脾气给养起来了？还敢瞪我？我们叶家给你锦衣玉食的日子太安生了，让你学会跟主子耍横了。信不信我现在就打你？为什么要打人？不是你拉我干嘛呀？我刚还帮你把那个小白脸的衣裳给刺破了，你看他那得瑟样。叶泽宇，掏钱！爹爹没教过你，划破别人衣裳要再赔一件吗？不是，秀你吃错药了。你给不给？不给我就去告诉爹爹。
我给你，见色忘义！呸！你别跟那小子一般见识，这口子开得太大了，不好修补了。你这衣服没法再穿了，再买一件吧。这是你送给我的，就是我的东西。好，你留着，我让春桃再给你买件新的就是。小姐，宫里来旨，让姑爷入宫面圣。小魔神跟宫里还有来往，不行，我得跟去看看，别藏着什么猫腻。我陪你。传澹台进，殿前觐见。参见陛下。叶二小姐，圣上今日只见澹台殿下一人，您若闲来无事，不如去陪太后娘娘聊聊天。不要紧，这宫中我熟得很，我随便走走便好。好。魔神就是从这深宫中养出来的。澹台烬过去究竟经历过什么，又是怎么长大的？为什么偏偏会选中他成为魔神？去他曾经住过的地方看看，也许能发现什么线索。这位姐姐，叶二小姐，你可知道澹台烬从前住在哪里啊？澹台烬，这里有一封景国的书信，是宫里寄来的，你想看吗？不想。想要得到亲人的音信呢，是人之常情。你说不想，反而诈伪了。景国与我远在千里之外，此生再不踏足；景王与我也已遥隔20载，此生再无相见。陌路人，异乡地，我不关心，也不必关心。当真不关心？你可知景王澹台无极就要病死了，你的兄长澹台明朗被封为了储君。原来如此。知道了，多谢陛下。澹台明朗野心勃勃，近来屡动干戈，从未顾及过你这个当弟弟的处境。难道真的不怕姑把你的人头割下来祭旗吗？澹台明朗于我而言，不过是有着兄弟名分的陌生人。他自然不会顾惜我的性命。若陛下拿我祭旗，只怕震碎了他的心意。哦，他如此不容你，难道你就从没有想过要回到景国，取回属于你的一切吗？原来是想玩鹬蚌相争的戏码。陛下，我离国去都10数载。身如飘蓬，景国臣民认的是澹台明朗，景国没有我的容身之地。况且人各有命，王位、天下，这些都由他人去争吧。我命该如此，能苟全活着，就已经知足了。如此倒是姑多此一举了。你回去吧。
此子铁石心肝，故每次见他都倍感不适。难怪谭台老儿对他毫无顾忌。如今他既不愿为孤效力，也是废子了。派人盯着看好他，留着他在始终是个祸害。上次说的那件事要抓紧点办了。是，陛下，奴家已经安排下去了。谨慎点儿，准备个样貌年岁相当的，不要露出破绽。到时候既可敲打一下叶家，还可以扰乱晋国。陛下圣明。二小姐到了。谭台殿下在被接去叶家之前，一直是住在这里的。你们要害殿下！你们要害殿下！他们要害殿下！这位嬷嬷，这么冷的天，你为何坐在地上？二小姐，这是迎新嬷嬷，听说谭台殿下便是她抚养长大的，又随谭台殿下从景国来到了这里。你要害殿下！你要害殿下！你要害殿下！是谭台烬吗？谁要害他？我没有害殿下。殿下，请留步。吴总管，哎呀，还一直为贺谭台殿下新婚呢，恭喜恭喜！吴总管，有话您不妨直说。听闻殿下虽然娶了叶家的西雾小姐，可心上人却是冰长小姐。哎呀，这众所周知啊，冰长小姐与我们六殿下那是情投意合。这叶大将军呢，与六殿下也早就有了翁婿之亲。您现在身在叶府近水楼台，可否帮咱家留心着？如何留心？哎，当然是留心他们勾连的证据呀。勾连？你想让我帮你陷害萧凛和叶笑？瞧您这话说的，咱家是陛下的近臣，当然要为陛下分忧了。只要您肯帮忙，将来我不仅能保殿下长命百岁，说不定还能助您抱得美人归呢。这圣都之中，大概只有萧凛是真诚待我。我虽不至于去多管他的闲事，但也绝无理由帮这个人去害他。吴总管的忙，我怕是帮不上了。你不要敬酒不吃吃罚酒，你不要忘了岳迎新的下场。他为何会变成这样？这冷宫常年无人踏足，我们也不知这迎新是何时封的。只是听说，自从谭台殿下出宫入府，他就一直是这个样子了。我没有害殿下，我没有害殿下，不是我害殿下，我没有害殿下。你可别忘了，这里是什么地方？别忘了他的命握在我的手中，是死是活，是我说了算。你别以为你现在在叶家做个低眉顺眼的不能上桌的女婿就能平安度日了。你要是不听话，我就杀了迎新。不过我可不会让他死得那么痛快。哼！我本以为你不过是萧良的一条走狗，却没想到是条话多的狗。哎，谭台烬，你……殿下在传唤你呢。这就回去。谭台质子，方才咱家所说的……方才吴总管不过是在与我叙旧罢了。哼，看来是有所长进呢。好，你听着，若你胆敢将我方才所说的泄露出去，
我就要你生不如死！哼，奸生的贱种！这吴总管话太多了。这个澹台烬真是不识好歹！干爹，您千万别气坏了身子。您让我去背着的那个人已经找到了，对付景国那帮人肯定能以假乱真。不行，刚刚说给他的秘密太多了，这人不能为我所用，就绝不能再留了。今晚就把澹台烬杀了，他不听话，就给咱家换一个听话的过去。干爹，干爹，干爹！死了！死人了！死人了！灵儿，你说今日有要事要跟姑商议，究竟什么事啊？回禀父王，近日有多名百姓在睡梦中无故失踪，儿臣怀疑有妖物进了圣都。儿臣接到禀报，便立即命陈贤带乾隆卫追查失踪的百姓。京城内外也布置了日夜巡查，提防妖物。父王在宫中也需小心，以防妖物祸乱。当年我国送上不照山的那些王孙公子，就属你的天赋最好，修行进境也快，仅仅3年便大有进益。不过，对付此等妖物，仅凭3年的修为，恐怕不能够十拿9稳吧？儿臣惭愧。无妨，我这里正好有一个人，你能用得上。六殿下，别来无恙。小师叔，这么说，是师父派你来圣都的啊？师兄说过了，我此生的机缘就在圣都，叫我来这儿历练几年再回山。是什么机缘？这个我就不知道了。不过来了总能派上点用场。近来荒原结界松动，常有妖魔流窜人间作乱。你也知道，我们逍遥宗呢，历来喜欢管这些闲事儿。这可不是闲事，是事关百姓性命的大事。父王既封你做太常博士，你既为官，自然该庇护一方百姓。眼下恰逢妖物作祟，还请小师叔助我尽快平定祸端。风水轮流转呢，我在不照山是你的师叔，来了圣国就只能当你的下官喽。不过圣国官员的俸禄也太寒酸了吧，养我一个都养不活，何况我还拖家带口的。小师叔，你又剪毛了。哎呀，还是你了解我呀。小魔神在宫中过得并不好，所以他才会那么悲观无望，邪骨靠吸取怨恨和痛苦聚集力量，澹台烬才会受那么多苦。这便是魔胎的命运吗？楠楠，这么晚了，怎么还在外面吹风啊？多冷啊！阿爹怎么这么晚才回来？太辛苦了。知道心疼爹了？你真是长大了。哦，对了，最近没有什么事，不要出去闲逛了啊。为何？都城内外都不太平，有百姓在睡梦中失踪，似乎是妖物在作祟。今天宫里还发生一件怪事，跟随陛下多年的吴总管出事了。他跟澹台烬聊了2句，回去以后就死了，耳孔流血，死状蹊跷得很，还从耳孔里爬出一只蜂来。风？它和鸟说话？是啊，还有苍蝇和蚊子，他俩还聊了一会儿呢。哎，不跟你说那么多了，别吓得我的宝贝女儿睡不着觉，早点休息吧。
小姐，这世上真的有妖吗？不仅有妖，还有魔。哪怕是离开皇宫，躲到叶府，他们依旧不肯放过我。我得想办法逃出圣国。吴总管，你活得够久了，去吧。以我如今的能力，控制1两飞鸟虫域已是极限了。这次勉强可以化险为夷，下次恐怕更加难以自保。如何才算苏醒？小魔神现在没什么能力，如果是他干的，一定是什么法器、符咒之类的外物。凡是想杀人，肯定会留下蛛丝马迹。二小姐，二小姐，什么都没有。二小姐有何不满？不行，我还要再炸他一下。宫里的吴总管今日暴毙，你知道吗？我听说你在出宫门前被他拦住了，他跟你说了什么？没什么。这么淡定，难道真的没鬼？从今日起，你每日睡前我要搜身。我提醒你啊，不要暗地里装神弄鬼。二小姐现在的兴趣真是越来越有趣了。你少管我，谁知道你会不会憋着坏水，教唆那些风啊虫啊给你当替死鬼？我可不想像吴总管那样不明不白的死了。他究竟是如何察觉的？如此说来，搜身也不甚保险，不如我全都脱了，好让二小姐安心啊。你脱，我又不吃亏。一日夫妻百日恩，我什么没见过？你脱啊！不脱了，要不我脱？他怎么变聪明了许多？天干物燥，小心火烛。天干物燥，小心火烛。天干物燥，小心火烛。不甘、怨恨、恐惧、悔恨，就是你们！救命啊！果然，这世上没有哪里比这深宫拥有更多噩梦了。有了这些噩梦的滋养，我就能培育出更多的胭脂花了。红线过滤，看来你还真是个苦命人。不如就跟我离开这儿吧。似乎还有一丝特别的气息，竟在这宫墙之外。反正天还没亮，不如过去看看。
就在这里，果然不虚此行。这气息好特别，这本来就是我的。别走，小美人儿，你分明是人，身上却有妖的东西，真的很有意思。看来今晚收获颇丰啊！你也跟我回去吧。有了这些苦命之人的滋养，胭脂花很快就会漫山遍野。只要这林中开满胭脂花，我就可以化妖成魔了。京中闹妖怪，吴总管横府，究竟与小魔神有没有关系啊？看什么看啊？一个都不许剩，全给我吃光！叶惜雾，你还真是一会儿一个主意。是啊，我最近特别喜欢看别人吃饭。怎么了？到了月底，你要是长不了3斤肉，就等着挨揍吧你！他真是变态的越来越莫测了。小姐，小姐，不好了，大小姐失踪了。什么？说是昨晚还好好的，谁知今早就不见了踪影。恐怕是老爷昨晚说的那个妖怪，这可怎么办啊？你别急，慢慢说。将军请了太常博士来府里驱邪捉妖，说是6殿下也来了。我去看看。对萧岭的兴趣倒是没变，也好，这样吴总管的事就不会有人在意了。刘管家，带佳慧下去好好休息吧。是。大哥，这是谁啊？这是新上任的太常博士庞一之，听说呀是逍遥宗掌门的嫡传弟子，也是6殿下的同门师叔，最擅长施魔捉妖了。那你知不知道他师从何人啊？听说是不照山的什么清虚真人。没听说过呀，怕是赵幽伯伯的太师傅之类的吧？什么妖魔都逃不过他的探查，可以一眼定乾坤。他若出手，妖魔必死无疑。糟了，此人是逍遥宗高徒，若被他识破澹台烬身怀邪火，把他处死了，岂不乱套？怎么办啊？庞博士有何赐教啊？萧师叔，他怎么了？庞博士，这位公子，面相不错，将来要大富大贵呀！来日苟富贵，勿相忘，勿相忘啊！那就借庞博士吉言了。500年前的逍遥宗弟子考核是不是太宽松了些？庞博士，转了这么久了，有没有什么发现呢？回将军，眼下虽没看出什么头绪，但好在府内的诸位应当没有什么大碍，请将军允许在下与府上布阵施法，寻找那妖物的踪迹，寻回大小姐。
哦，那就拜托庞博士了。你是说，那个修为不错的大妖，把人带到了南郊的半枕山中，还把这些人用来种花？对，叶冰茶和迎新也都被那个大妖带走了。不过看起来那个妖物暂时还不着急取这些人的性命，不如将这些线索告诉他们，让他们去就好了。我知道了，你去看看叶希雾他们在做什么。叶希雾最近异常敏锐，他已经怀疑上我能控制鸟兽了。现在告诉他这些，无异于主动认罪罢了，何必惹祸上身呢？锁妖阵，是在这儿。下一步怎么来着？这个棋插哪儿啊？白棋属金。这儿插过了，那儿也不对。不对呀，不是这儿。这半吊子的阵法能行吗？算了，求人不如求己。还好之前被爹爹逼着画过几年的符，如今没有法力，刚好可以解燃眉之急。庞博士，借你几张符纸用用，反正为了大家好，相信你不会介意的。这人间的苦楚，果然就是眼之花最好的肥料。不枉我千里迢迢从荒渊来到这里。哦，这两个人不是我昨晚才带回来的吗？这么快就开出眼之花了？我果然没有看错。让我来看看你们的经历有什么特别之处。原来是景国的婢女，跟随去死来到了宋国。放开我，殿下！放开我！这是谁？居然有命运如此坎坷之人，人生中未曾有过一丝温暖和光亮。若用它种出眼之花，立是世上最鲜美的极品，一定可以让我化山成魔。这个锁妖阵，岂不就是守株待兔？若是兔子不来，再等10000年也抓不到。去。二小姐，没事吧？没事，我就是被刚才这只鸟吓了一跳。我觉得你要是不告诉他们妖怪在哪儿，他们等到天亮也等不到。没想到，叶希雾这个女人，天不怕地不怕，却怕鸟。你离她远一些吧。好吧，这个女人平日里凶神恶煞，居然还怕我。夜晚真是最好的时刻，
我闻到了，就在那里，就是它。从未有过的香甜，一定能种出这世间最美的胭脂花。因为有逍遥宗的人在这里，要小心了。那是什么？太上敕令，镇魂术影，旋帆复位，天地肃清，收！哎，刘殿下，这不就抓到了吗？不好，这黑雾是障眼法，是声东击西。那是谭台烬的房间。这样便认不出来了。得想个办法把这纸条塞给萧凌。英雄，且让他去惩罚，我不能再引起叶惜雾的怀疑了。你就是我一直要找的人，你一定可以为我种出最美的胭脂花。冲灵开弓，紫翼玄雷，立！不自量力！谭台烬，你抓紧我！叶惜雾，你傻了吗？跑来找死！我不能让你死！好一对痴情眷侣，那就一起吧。二小姐。完了完了，叶将军最宝贝这个女儿了，他一定会把我脑袋给拧下来。刘殿下，二小姐可千万不能出事啊！二小姐被妖怪卷走了呀！叶冰常在南郊半枕山，我要去救他。这鬼画符不会是什么陷阱吧？如今只能死马当成活马医了。敲上乾隆位，咱们走。好。这里是什么地方？苏苏，那魔神来得如洪水猛兽，你要留下来守好山门，掌门那边由我来帮忙。什么？师兄怎么会在这里？而且我……你听我说，衡阳宗总得有人继承衣钵。衡阳宗，可是现在明明已经是……苏苏，快醒醒！已经是谭台烬已经被梦瑶杀死，魔神觉醒，你就要失败了。苏苏，快醒醒！谭台烬被梦瑶杀了。苏苏，快醒醒！谭台烬被梦瑶杀了。爹爹，师妹，快醒醒！师妹，魔神谭台烬，梦瑶。师妹，快醒醒啊！师妹，快醒醒！师妹。这是哪里？妖怪老巢？刚才的梦又是怎么回事？谭台烬，太好了，你没死！
你愣着干什么？快帮我下来啊！胭脂花，原来如此。胭脂花是什么？我在书中读到过，梦妖把人带回巢穴，以人心中可怕或者丑恶的记忆为种子，生出藤蔓，将他们绑缚住。再让他们不断陷入噩梦，结出胭脂花供他吸食，就像豢养家畜一般。叶惜雾，你读书？你看到我姐姐了吗？她应该也在这儿。在那边。走吧。在这儿。迎新，他怎么也在这儿？你怎么认识他？我之前进宫见到过他。你在查我？我没有啊，我就是刚好路过一个偏僻的冷宫，还见到了一个疯婆子。我查你怎么了？谁让你成天鬼鬼祟祟的？你看到那妖孽了吗？嗯。夜色未尽，应该继续去捕猎了。这厮抓了这么多人，还有自己的结界，是个道行颇深的大妖，难怪庞一之他们抓不住他。睡梦越深，藤蔓会缠得越紧。澹台姐，你怎么没被绑住啊？因为我从来不做梦。先救人。小心！这里是一月族，可刚刚还在树林。